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说说大家期待已久的卯兔。相信有很多人存了一堆灵宠券，都是在等这只兔子。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只兔子有什么过人之处，可以让大家如此痴痴的等待。首先是它的出战技能，卯兔会对敌方血量最低的单位造成170%的伤害，并使目标的最终减伤减少25%，效果不可叠加，只持续1回合。这是卯兔的基础技能，卯兔的技能还会因为被击中目标的武将类型，而会有不同的附加效果。若命中的目标是辅助和防御型的武将，最终减伤的效果就会翻倍。若命中的是攻击或突击型的武将，则会对其造成不可抵抗的眩晕，持续1回合。出战卯兔是个非常有针对性的灵宠，因为攻击模式是单体，所以也有着单体攻击最高的170%攻击系数。再加上攻击的目标是血量最低的，所以非常有利于制造减员。当然，如果卯兔的技能只有这样，那它还不至于能够出场。最重要的还是第二个被动技能，增加了卯兔出手的机会，这才让它有了出场的空间。在首回合内，若有任意敌方武将血量首次低于50%，卯兔就会出手对其释放一次技能，并且附带的减1状态还会持续至下回合才结束，全场最多触发2次。这对于灭队来说是个很大的加强，尤其是五子队更是受用。现在的灭队一直苦于没有更适合的出战灵宠可使用。腾蛇虽然也可以攻击血量最低的一列，当它会有卡住的问题。腾蛇经常在造成减员后，攻击就会卡在只剩下一个人的那一列不动，这会导致我方的输出武将可能已经在打第2列了，但腾蛇却依旧还在对第1列进行输出，无法同步。卯兔能在半血就先出手一次，回合结束再出手一次，而且都是对准血量最低的武将。上一只能有如此技能，可以无需等待回合结束就出手的灵宠，正是灭队第1代灵宠九尾。出战卯兔正是九尾的加强版，并且还把九尾助战的控制能力也给带上了。卯兔可以在敌方武将半血时就出手，不仅能帮忙压低血量，后续降低最终减伤的能力，也更方便我方武将输出。对辅助型和防御型武将的翻倍降低减伤，能让他们变得更脆。对攻击型和突击型武将的眩晕，还能阻止他们进攻，非常的有针对性。其中能眩晕输出武将，使他们暂时失去进攻能力的技能，才是卯兔价值最高的所在。卯兔的眩晕和九尾的魅惑一样是不可抵抗的，只要触发了就必定会中。到目前为止，3换还没有一个真正能稳定控制的出战灵宠出现，唯一比较能控的青鸾，也要等到第2回合才能发动，而且启动的条件还不容易达成。卯兔的出现，也让玩家也多了一个有概率可以使对面输出武将快速眩晕的选择，特别是在灭队互殴时，更是有奇效。我举个例子，目前双方的 SP 张辽在同一列互殴的例子很常见，但有了卯兔后，只要谁先把对面的张辽打成半血，谁就能眩晕对面的张辽1回合。SP 张辽在被控制的情况下，受到致命伤害时是不会进入伏击状态，而是会直接挂掉的。所以，如果你能在张辽眩晕的状态下给予他致命的一击，那就可以省下非常多的麻烦，甚至可以直接决定胜负。卯兔的眩晕会在第2回合结束后才失效，除非刚好被解除了控制，否则这已经让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击杀对方。先对出战卯兔做一个总结，出战卯兔是一只灭队专用的灵宠，只有灭队玩家才会使用卯兔出战。如果你无法在第1回合就打出半血，那就没有使用卯兔的必要。卯兔只有在3星后才会开启眩晕和减伤翻倍的功能，但这永远还不够，因为半血发动的能力才是核心，这需要4星才会开启。所以实际上只有4星的卯兔才真正有出场的价值。建议想玩灭队的玩家就直接抽到4星。5星会使半血发动的技能，在整场可以发动2次，所以有能力的自然是拉满最好。不过卯兔最大的价值并不是出战，
而是它的助战能力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它的助战能力。助战卯兔的技能比较特别，因为它会在每回合开始时先做一个判定，然后才决定是否发动技能。若在每回合开始时，场上女性武将的数量不少于总人数的一半，卯兔就会使敌方全体武将造成的最终伤害降低30%，并使异常和怒气抗性都降低50%，持续一回合。若判定上阵的武将全是女性武将，则会使我方全体武将均免疫一次控制。从技能的发动条件上来看，就不难发现，这几乎就是一个女团专用的助战灵宠。降低敌方伤害和抗性的技能要女性过半才能发动，这就让你必须至少携带3位女性武将才行。而使我方全体免疫一次控制的能力，更是要全女性才能启动，使用的条件非常苛刻。不过好在，卯兔还是留了一手，让你有机会带男性武将也可以触发全部技能。4星后，卯兔在每回合开始都会有概率使己方1号位武将获得不可驱散的符愿状态。被添加符愿状态的武将不会被卯兔作为技能判定的统计目标，也就是说，实际参与统计的就只会剩下除1号位以外的5位武将而已。这么一来，女团就可以在1号位携带男性武将，也能激活卯兔的所有技能了。被施加符愿状态的武将也会在回合结束后有一个独立的判定。若符愿武将在回合结束时还在场上，也就是没有被公孙瓒踢走的意思，并且在下回合开始时未处于无法行动的状态，则可以在该回合闪避所有来自敌方武将的攻击。并且在每次触发闪避后，还会永久增加10%怒攻伤害。1号位通常都被默认为是主输出的站位，助战卯兔不仅能提升1号位武将的生存能力，并且也能为其提供增伤，这对于缺乏伤害的女团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提升。那么有谁适合站这个1号位呢？首先可以免控的 SP 吕布显然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，因为能免控，自然就能从第2回合开始就稳定的触发每回合的无限闪避。第2位受益者是 SP 张辽，或者说他才是真正的最大受益者也不为过。SP 张辽自己能站这个1号位，也能受益于别人站1号位。SP 张辽在进入伏击状态后就可以免控，稳定的触发卯兔闪避。虽然闪避是浪费了，但每次闪避后增加的怒攻增伤可不会白费。若是其他人占了1号位，增加生存能力，只要他不死 ，SP 张辽就可以永久的处于伏击状态。第3位受益者是 SP 郭嘉。SP 郭嘉虽然没什么免控能力，但其龙魂技给予的反射状态，能让他在每次触发闪避后都能回复生命，并对敌方造成攻击力50%的真伤。有了兔子的闪避加持，只要 SP 郭嘉没有被控制，他就能接着闪避来大量对敌方造成伤害。有了卯兔后，就可以把我上一支介绍的郭嘉后宫队中的郭嘉移到1号位去了。当然其他人也不是不能使用助战卯兔的，毕竟卯兔也提供了每回合1次的免控，但条件是你只能带一个男的，所以在配对上就没那么自由。总结，助战卯兔对于女团玩家来说是一定要抽的。它能降低敌方的输出、异常和怒气抗性，让女团的肉度和控制能力都获得提升，也能使女团每回合免控1次，并且还能增加1号位武将的生存和输出能力。卯兔最少要4星才能上场，因为只有4星后才能使1号位不作为卯兔判定男女的目标，并开启闪避的能力。不过4星的触发的概率只有70%，虽然也很高了，但终究还是会有失手的可能。5星后概率就会变成100%触发，所以想要稳定发挥的，就建议直接拉满5星。如果把出战也计算在内，那么卯兔在近期的出场率会非常的高。卯兔是2代灵宠的4大天王之一，除了在火烧队不是主流外，在其他队伍里几乎都可以用到，并且在刷分和山河推图也能使用。总之就是抽了就不会亏的灵宠。不过因为下一支4大天王之一的白泽也同样是出场率非常高的灵宠，
所以券不够的玩家可能就要头疼了。这两只灵宠都很重要，但如果真的只能抽一只，那么女团肯定优先抽兔子，火烧则可以考虑优先抽白泽，其他的就看你的卷够抽哪一只。但你要永远记得一条真理，助战灵宠通常都会比出战灵宠更重要。因为一般的出战灵宠都只能在首回合结束前出手，而助战灵宠的技能往往都是在开场就已经生效了。更别说卯兔还是出战和助战都可以用的两用灵宠。除非你手上的灵宠券连3星都抽不到，那么放弃卯兔改抽白泽也是一个选择，毕竟白泽只需要3星就可以用了，造价还是比较低的。如果你比较注重打山河，那也可以考虑先抽白泽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